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不确定大家有没有收到这个消息，就是之前20亿的土耳其大哥回来了。那这边跟大家讲一下，之前他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说他回来了？因为我在之前并没有专门做一个影片讲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今天来补充一下啦。那首先就是看一个土耳其的新闻，这个报道呢其实有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啦，就是他的身份是谁，他的职业是什么，那他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原本的这个报道。那这边我可以翻译成中文给你们看啦。那首先就是讲他的真实名字，这里是有提到了的，但是我不会念啦。那会念的玩家你们自己去念啦。还有讲到他的年龄，他是1984年出生的，就讲他今年42岁，其实算是还蛮年轻的。他原本没有这么出名的，但是他后来把自己的频道从游戏创作者变成了博弈还有赌场内容的创作者之后，开始比较多的粉丝。一般他的直播内容呢就有讲到关于下注的策略详细解释，还有透过 Telegram 发送投注连结和奖金，中定向咨询，网站赞助推广，这个就有一点像业配啦，但是他这个是推广网站了。通常他都是以轻松有趣的方式呈现，但是因为有一部分的内容是有连接到非法网站，所以就一直受到争议。当然这边我是不支持大家去搞这种东西的啦，甚至如果最好的话就是不要去赌博，赌博是不好的事情来的。然后这边就有说到他的争议呢，就是他通常会以奖金活动为幌子，说使人们下注，就讲他那个人下注的网站呢不一定是安全的网站，有可能是危险的网站，透过赞助协议将流量引导至特定的博彩网站，他透过一些博彩网站签订月度广告协议来提供推广服务，就是因为这个方式来带取一些收入。然后关于他争议的部分呢，你们可以自己查看一下。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跟非法赌博是有关系的。还有就是给一些虚假的链接，那链接你点了进去之后，可能你的钱会被骗，还有创建机器人账号的虚假互动。因此目前还没有任何指控经法院判决最终证实。还有讲到他之前是在一家轮胎工厂那边担任品质控制员，有关于到什么事情啊，他做了什么事情之后受到一些争议之类的，他的年龄、真实名字等等。那关于这件事情呢，是在2025年的时候1月爆出来的，那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2月了，就是讲已经经过了1年的时间了。我搜索他的名字是没有最新的消息，就是2026年的报道啦。那可能当地土耳其会有一些相关的报道，但是我没有办法搜索到。如果你是土耳其的玩家，又或者是你比较了解土耳其的话，可以给我知道。那关于他的后续是怎么样的，他那个判决是怎么样的。那因为我们今天的重点呢不是在这个部分啊，所以我们就跳过这个部分来讲一下他的账号的事情。那么究竟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呢？那如果你们是有开一个账号在3281的话，基本上是已经可以看到了的。在王国成员详细这里你们可以查看，在2月13日的时候其实还是没有出现他的名字的，到了2月14日情人节的那一天他突然跑回来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可能跟他的女朋友分手啦，我伤心，我要回来找万国觉醒来安慰我的心灵。没有啦，这个我开玩笑的不过大家可以看到他当时候回来就剩下 18.6 亿战力了，就跟现在差不多接近了。他会变成18亿有很大可能是因为之前 KVK 的时候有打掉了一些战力，然后他又没有提升，所以就变成 18.6 亿。毕竟他这个账号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也不确定最后一次他战力掉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特别关注。但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的名字而已啊。但是来到了第2天的时候，他的另外一个账号就出现了，虽然这个叫农场账号啊，但是这个账号呢都有 2.7 亿战力。但是你们可以发现到当他这个农场账号回来的时候，他的击杀分是有提升的。可以看到他的主账号是提升了438万，他的农场账号是提升了508万，而且不是只有这2个账号的击杀有提升，其他账号也是有提升，甚至这个玩家提升的更多，他总共是提升了4309万的击杀，而且不是只有在15号发生而已，你们可以看后续的
时间，16号也是有提升，17号的时候也是有提升，18号的时候就提升的比较少一点了，而且可以看到这边提升击杀的玩家数量也是稍微少了一点点。那么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他无端端会战力变少了？是不是他去打自己账号拿来获得更加多的击杀积分呢？但其实也没有必要啦，因为现在还没有到 MGE 啊，所以不太大可能是去打自己账号提升分数之类的，想要拿到 MGE。而且我相信，如果他真的是想要拿一些 MGE 的统帅的话，他们王国的玩家应该都会让给他吧，甚至都不需要让，他只是需要花钱去提升自己战力，应该都可以了。并且他们目前呢是没有在 KVK 的情况啦，因为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符号呢就是在报名阶段，所以也不是在前置，他也没有必要去提升战力或者是去击杀之类的。那么当我觉得困惑的时候，我就找到了他的账号位置是在这里。那你们知道这个位置是在哪里吗？不是在地图的中间，而是在地图的右下角的位置啊，他们是在这里的。然后你们可以看到神庙是在这个位置的。那为什么他们会跑来这里呢？你们可以注意到周围是有很多旗帜都已经变灰色了，就是讲已经是取消了连接，所以有很大可能他们是跑来这里去拆掉要塞，去打一些捣乱的玩家之类的，所以他们的战力才会减少一点，并且有提升了一些击杀。为什么我会这么觉得呢？因为我除了看到他们这边的位置之外呢，我还有看到他们王国的聊天室其实一直在那边吵架，可以看到81T 的玩家在跟100Z 的玩家在那边吵架，都是基本上他们都是在那边骂。那关于骂的内容呢，我觉得没有必要给大家看啊，那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开一个账号在3281那边去看他们究竟是写了什么东西。简单的来说就是骂来骂去的骂，因为就这么刚好他那个位置呢就是在王国频道聊天室那边骂人的那个玩家他联盟所占领的圣地位置附近。当然有一个可能啊，就是那个玩家就是一直在王国的频道那边一直骂人啊，一直吵架什么之类的，那这个土耳其大哥就受不了了，就直接跑过来打他，也有这个可能。但是他们之间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我就不懂，那这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情况只是这样子而已。如果你是当地的玩家，甚至是本人的话，可以给我知道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那你们可以看到他这边呢，其实有3个账号的头像是很相似的，除了他的农场账号跟他的主账号是一样的之外，还有包括他另外一个账号其实也是相似的，所以不确定这个账号是不是他自己本人的啦。那你们也可以看到他的城市呢也是有 V5 的皮肤，就是那个槟榔的皮肤，但是他这里自己所用的那个皮肤呢是之前比较旧的，攻击力提升 16%。 相信也是因为有一些玩家看到他的城市周围多了一个圈之后才知道他已经回归了。但是他会持续玩多久这个我就不确定啊，因为也不知道他后续会变成怎样，会不会又突然之间消失掉呢？这里先跟大家更新一下他们的联盟战力击杀那些。那他们的联盟战力呢其实比起现在的2377还有1960来的更高，但是你们也知道原因啊，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账号加起来总共都已经有21的战力了。如果是把这个21移除掉的话，其实这个王国的战力还有他那个水平呢都是在 CD 猪左右，就是比较偏弱一点点了。至于他们的击杀的话就更加惨了，他们只有914亿的击杀，就是非常少的。至于这个土耳其大哥会被移民到其他的王国，这个我就不确定了，而且我比较好奇是哪一些王国会接受他，因为就连88其实都没有移民到先锋王国去了。88他现在还在3535那边，他的击杀积分也没有像以前提升的这么快了，感觉他已经是在半退休的状态。但我不确定是因为他自己本人不太想要去先锋王国那边战斗了，没有王国想要去接收88，因为各位也知道他身上的诅咒是威力很强大的。反正他就是继续待在3535了，因为在之前就已经有讲过3535严格来讲也算是解散了，你们可以看他们的战力有多少。但不管怎样也是尊重88的决定了。那以上就是关于 Ikram RB 的更新啦，至于各位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不过还是那句，因为我不是当地的玩家，所以可能不太清楚他们王国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他本人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有知道的玩家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或纠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